健康永驻频道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佑丽。今天这期内容，我可要带给您一个打从心底里感到温暖的好消息。这直接关系到咱们家里每一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切身福利。没错，就是大家一直惦记着的2026年的敬老红包，从现在开始已经正式开放，可以申请领取啦。听到这个消息，我猜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先是心头一热，紧接着就想知道到底谁能领，怎么领。别着急，佑丽今天就是来给您当这个政策解说员的，咱们一定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掰开揉碎了讲得明明白白，保证您听得懂，也能清清楚楚地转达给家里的老宝贝。如果觉得佑丽讲的有用，千万记得给健康永驻点个关注，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也特别欢迎大家在下边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交流，互相提个醒，这关爱长辈的路咱们结伴走才更稳妥。咱们先把最核心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说透，那就是这个敬老红包到底谁能领，又能领到多少钱呢？根据最新政策，2026年的敬老红包是发放给全台每一位年满70周岁及以上的长辈的。只要年龄到了这个门槛，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家都可以一次性领到5000元新台币的现金补贴。您可千万别小看这5000块钱，对于咱们节俭了一辈子的长辈来说，这笔钱能派上大用场，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不管是用来应付每天的柴米油盐、水电煤气这些固定开销，还是去买点必须的常备药、营养品，保养身体，甚至是想去老年大学报个书法班、绘画课，或者参加社区组织的茶话会、周边旅游，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生活，这5000元都能提供一份特别扎实的支持。在我佑丽看来，这笔敬老红包啊，它远远不只是银行账户里增加的一个数字，它里面包裹着的是咱们整个社会对高龄长辈们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这既是对他们基本生活的一份踏实保障，更是对他们辛劳一生，为家庭、为儿女、为社会默默奉献了一辈子，所表达的一份深深的感恩和暖心的回馈。这份心意，那份被记得、被尊重的感觉，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而今年这个敬老红包政策最让人振奋、最大的一处进步，就是咱们常听说的排富门槛有了特别人性化、特别大幅度的放宽。熟悉往年情况的朋友可能知道，敬老红包是一项普惠福利，设置排富条款的初衷很好，是为了让宝贵的资源更精准地流向更需要帮助的长辈。而随着咱们整体的养老保障网越织越密、越来越结实，今年的政策就做了一个特别暖心的优化，把过去一些比较严格、有点不够灵活的限制条件给巧妙地拿掉或者调整了。这样一来，就能让好多仅因为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细微差距，而以前没能达标的长辈，顺当地被纳入到福利的温暖怀抱里。这个调整带来的效果，那可是立竿见影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您就懂了。预估今年能够领到敬老红包的老年朋友，要比去年足增加了8万人。您想想，8万个新增名额，背后就是8万个家庭的期盼和安心啊！以前确实有不少叔叔阿姨，就因为收入或者资产比老标准线只高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很遗憾的和这份心意擦肩而过，心里总留着一个就差一点的小遗憾。今年门槛这一放宽，这部分长辈们长久以来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这个改变不仅仅是大范围地扩大了政策的阳光普照面，更重要的是，它让敬老爱老这个美德真正落了地、生了根，让每一位高龄长辈都能切身体会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再也不必有那种错过的惋惜了。说到这儿，肯定有家人要问了，佑丽啊，你光说门槛放宽了，到底是放宽在哪些具体地方呢？能不能给咱们细细说道？没问题，咱们这就把政策调整的细节一条一条的讲清楚。今年的政策在评估长辈的经济状况时，方式更灵活、更贴心了，主要就是2大块的优化。这第一块呢，是实在的提高了审核的标准线。具体来说，除了务农的收入有单独考量外，现在个人的综合所得总额，也就是全年各种收入加起来，门槛调高到了60万元新台币。个人名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子的财产总价值，门槛也提高到了1025万元新台币。这个标准线的上调，就让更多有着普通生活状况、有一定基础但绝不宽裕的长辈，能够符合领取资格了，更贴近咱们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这第2块调整就更显贴心和周到了。
它让资产的核算方式变得更合理、更接地气。比如说，长辈唯一的那套自己实际居住的房子，现在正式取消了扣除额的上限，意思是这套自住房完全彻底的不纳入严格的资产计算了，这真正实现了居住的正义，不让房子成为长辈享受福利的负担或阻碍。再比如，儿女们平时孝顺给的赡养费，或者长辈自己闲不住，做点零工，有点微薄的零星收入，在核算的时候也会给予更宽松、更有弹性的考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刀切了。而且政策还明确说了，未来每4年都会根据物价的变动情况、土地价值的调整来重新审视和调整这个排富门槛。这就等于建立了一个能跟着时代一起走的动态机制，让政策永远保持着温度。简单总结一下，现在的评估方式就是既保留了对确实有困难的长辈的精准扶助，也让更多收入稳定但绝不富裕的普通长辈能被覆盖到，真正做到了普惠和公平的巧妙平衡。除了排富门槛放宽这个大亮点，今年敬老红包的申请和发放流程也延续了过去最被称赞的便民设计。整个思路就是最大限度地方便长辈，减少他们的麻烦。考虑到很多高龄长辈的身体情况，以及一部分长辈对智能手机、电脑操作不那么熟悉，今年的政策依然坚持以免申请及给付作为主要方式。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完全不用为这件事专门跑一趟，也不用费心准备各种证明材料。相关的政府部门会通过跨部门的数据联网比对，自动筛选出符合资格的人员名单。经过规定的公示期，并且没人提出异议之后，就会直接把5000元敬老红包足额汇入长辈指定的账户里。这真正是让数据多跑路，让长辈少跑腿，甚至不跑腿，静候佳音就好。这里佑丽必须提醒大家几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咱们可得留心记一下，千万别错过了重要信息。首先是名单公示的时间，相关部门最近就会通过政府的官方网站、政务的公众号、各个社区的公告栏这些官方渠道统一公布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这个公示期呢，一般是7个工作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这些官方的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去核对一下自己或者家中长辈的名字和信息是不是准确。如果在公示期间您发现个人信息有出入，或者您认为自己明明符合条件，名单上却没有看到名字，这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可以通过政策指定的线上渠道，或者去线下的服务窗口提交复核申请。相关部门在公示期结束后会及时进行核查，并把结果反馈给您，一定会切实保障好每一位老人的权益，大家尽管放心。第二个关键时间点就是红包发放、资金到账的时间。按照往年的惯例和今年的安排，预计在名单公示结束之后的15个工作天内，敬老红包就会陆续汇入大家的账户了。这笔钱通常会汇到2个地方，一个是和您健保卡绑定的那个金融账户，也就是咱们说的健保卡金融账户，另一个就是您事先指定的本人常用的银行账户，部分县市也支持汇到敬老悠游卡的金融账户里。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长辈和家里的子女一声，最好提前确认一下这些账户的状态是不是正常，比如您的健保卡金融功能到底开通了没有，您指定的那个银行账户是不是在正常使用，有没有因为太久没用被暂停。如果您选择用敬老悠游卡接收，也要看看卡片有没有在有效期内，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在前面，就能避免因为账户的小问题影响到款项的顺利到账，让喜悦打个折扣。如果超过了预计的到账时间，您还没收到钱，也别着急，可以直接拨打官方的咨询专线电话，或者去就近的区公所服务柜台、户政事务所查询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会非常耐心地给您解答，协助您排查问题，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长辈都能顺顺利利地把红包拿到手。当然，咱们也得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针对少数需要自己主动去申报的老年朋友，比如长期居住在外地，个人信息没有被系统准确收录到的，今年的申领流程也做了进一步简化，操作起来很方便。大家既可以通过线上的政务服务平台、官方指定的手机 APP 在线提交申请，也可以选择线下渠道，带上必要的材料去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服务窗口或者里办公室办理。如果是委托子女或亲友代办，记得需要额外准备一份简单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已经尽量精简了，基本上就是身份证、
户口名簿这些基础证件。像已经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长辈，还可以免于审查财产和收入证明，这最大程度地减轻了老年朋友的办事负担。而且各个里办公室还专门为那些行动不方便或者卧病在床的老年朋友提供了贴心的上门代办服务，里干事会亲自上门帮忙整理材料，完成申报。如果是99岁以上的100岁人瑞，更能享受到里长亲自送服务上门的尊荣礼遇。这些举措就是为了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让政策的温暖能够拥抱到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聊到这里，估计很多长辈心里会冒出另一个疑问，佑丽，我现在已经在领养老金了，或者领着政府发的高龄津贴，那我还能不能再领这个敬老红包呢？会不会冲突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的答复，完全不会冲突，您完全可以同时领取。这个敬老红包是一项独立的普惠性的老年福利，它和咱们平常领的养老保险年金、各种高龄津贴、健保补助等等其他所有的长期照顾福利都是并行不悖、互不影响的。符合条件的长辈可以同时享有这些福利，绝对不会因为您领了其中某一项就取消您领取另一项的资格。这种福利叠加的效果，就像是为长辈的晚年生活又多编织了一层牢固的安全网，能让大家的老年日子过得更安心、更踏实，后顾之忧又少了一些。很多朋友也特别关心，今年新增的这8万个领取名额，主要是覆盖了哪些老年群体呢？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实际的认定情况来看，新增的名额主要集中在2类长辈群体身上。第一类就是以往因为资产或者收入稍微超出一点就标准而被挡在门外的普通老年群体，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房子住，有一定的基本生活基础，但每个月的养老金或者收入其实并不高，生活上需要精打细算，这笔敬老红包就能为他们的日常开销增添一份实实在在的底气，有效缓解生活上的经济压力。第二类就是最近这1-2年刚刚迈入70岁门槛的年轻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需要更多的关照，在医疗、保养等方面的日常开支也会相应增加。这份敬老红包对于他们来说来的正是时候，能够很好的补充日常所需，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开启一个更有保障的篇章。其实咱们回过头来看，敬老红包政策的持续优化和完善，它的背后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这不仅体现了对老年群体越来越细致的关照，更是咱们整个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民生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的一个生动缩影。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群体的规模在增长，如何让长辈们安享晚年，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敬老红包作为一项直接、实在、高效的民生政策，它不仅仅是为高龄老人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种鲜明的信号，那就是对老年群体毕生贡献的尊重与感恩。它让老有所养、老有所益、老有所乐，这个美好的愿景一点点变得可感、可知、可触碰，逐渐成为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行动和追求。或许有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在现在的生活成本下，5000元好像也不算一笔特别巨大的数目。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养成了勤俭习惯的老年朋友而言，这笔钱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数字本身。它能派上很多关键用场，可以去药店买些日常必备的药品，买点品质好的营养品，更好地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用来支付每个月固定的水电费、管理费，减轻日常生活的负担，也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的一些小愿望，比如报名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或者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让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起来，晚年过得更有滋味，更有乐趣。更重要的，这份敬老红包，它承载着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牵挂和惦念，它让长辈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没有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遗忘，自己一辈子的付出始终被看见、被重视、被感恩。这份精神层面的慰藉和温暖，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这里佑丽也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各位亲爱的长辈们，当咱们顺利领到这笔敬老红包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有计划的来使用它。一方面，要优先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与健康需求，可以预先储备一些必要的药品和生活物资，确保日常开销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务必要提高警惕，提防社会上形形色色专门针对长辈的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陷阱。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他们常常打着高额回报的养老投资项目、免费的健康检查讲座、冒充公务人员发放补贴等等幌子来行骗，让不少家庭蒙受了损失。大家一定要牢记，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遇到陌生的来电、手机里不明来历的链接，或者路上主动搭讪邀请您去听课领礼品的，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随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密码这些敏感信息。心里一旦有疑问，马上给子女打个电话商量一下，或者直接拨打警方的反诈骗专线、政策的官方咨询电话去核实。一定要守好咱们自己的养老钱，这可是晚年幸福安稳的基石。同时，我也特别想呼吁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子女和晚辈们，希望大家平时能多关心一下家里老人的生活状况，多问问他们有没有享受到该享受的政策福利。很多老年朋友啊，对于新政策的了解可能不够及时，对于手机线上查询、线上申请这些智能操作也不太熟悉，这就需要咱们做子女的主动多承担一点责任，平时多留意一下官方发布的政策信息，像敬老红包这种好消息，主动告诉家里的长辈，到了名单公示的时候，帮老人核对一下信息，款项该发放了，协助老人查查账户的到账情况。对于政策的细节和操作流程，耐心地给老人讲解清楚。要知道，陪伴本身就是最好的孝心，在保障老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咱们更应该多花点时间陪他们，听听他们想说什么，关心一下他们的精神状态，让老年朋友在享受政策福利带来的温暖时，也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与关爱，这样才能真正的安享幸福晚年。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敬老红包的按时发放和持续优化，它不仅仅是一项暖心的民生举措，它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一，它进一步完善了咱们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地弥补了某些保障领域的不足，为高龄老人提供了更全面、更精准的支持。第二，它积极传递了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引导全社会都来更加关注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主动地去关爱老人，帮扶老人。第三，它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理念，让为社会发展贡献了一生的老年朋友能够切切实实地分享到进步带来的红利，这不断增强着所有人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可能有朋友会关心一个更长远的问题，佑丽，那明年的敬老红包政策还会继续调整吗？会不会有新的变化？目前，相关部门还没有发布任何明确的通知，但是我们从近年来政策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敬老爱老的政策支持力度，我相信只会越来越大，相关的福利也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贴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实际生活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支撑养老保障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老年群体被纳入到普惠性福利的保障范围里来，保障的水平会越来越优化，服务的质量也会越来越贴心。我们也满心期待未来的敬老政策能够更精准地对接老年朋友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解决好长辈们在养老、医疗、精神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安享一个有尊严、有品质、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好啦，各位健康永驻频道的家人们，今天关于2026年敬老红包政策的详细解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耐心收听。如果您身边有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请一定记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让这份暖心的福利惠及更多的长辈，让更多的笑容绽放。最后不要忘记订阅健康永驻，我是佑丽，咱们下次再见。